白人饭好难吃，怎么会呢？我看网上德国留学生糊弄做饭的视频，哎呀，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德国学生食堂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又便宜又好吃。我自己做饭是很好吃的，说这话是为了说明我的口味没有因为我的做饭手艺被无限的拉低。就是这样的好手艺，也无法复刻德国大学食堂的餐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去学生食堂吃他们的圣诞大餐。你看看，就是这个烤鸭套餐，学生价7.9欧一顿，绝对是最贵的套餐了。一般的套餐也就2欧多、3欧多的样子。虽然贵，但是架不住它好吃啊，必须来一份。这一份烤鸭套餐有3个固定的组成部分：烤鸭腿、紫甘蓝酸菜和土豆球，还得来一勺白人饭必备的酱汁。忍不住了，我要开动了。先来一口烤鸭腿，非常的软烂，也没什么鸭骚味，主要是它这个调味很中式，你能吃出很明显的八角啊、香叶啊的香味。我之前按网上的食谱复刻过烤鸭腿，它就是要放丁香和桂皮来给鸭腿去腥，但是自己做出来真没有食堂的好吃。再来一口主食土豆球，它是用土豆和土豆淀粉等材料做的，很 Q 弹有嚼劲，但是自己复刻的土豆球吃起来很粉，一嚼就散，也没有食堂的好吃。不知道是不是要加点什么科技？烤鸭腿吃的腻了，马上来口酸酸甜甜的紫甘蓝。德国人啊都是重口味，卖的东西不是齁咸就是齁甜，有齁酸这种说法吗？反正这个紫甘蓝就是有点刺激，但我还是吃得很开心。德国圣诞的传统大餐呢，其实是烤鹅。圣诞是宗教节日，圣诞要吃烤鹅的由来也跟宗教有关。中世纪时期，12月24日是一个严格的斋戒日，只能吃鱼，不许吃肉。这也是现在很多德国人家24日晚上吃鲤鱼的由来。鲤鱼？我从来没在德国吃过整条的鲤鱼，可能被炸成鱼排或者鱼块，我认不出来了。但是中世纪的一些美食家们为了一饱口福，就硬说鹅和鸭子也是水生动物，也应该可以算作鱼。于是乎，他们就堂而皇之的开始在圣诞夜斋戒期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吃起了鹅和鸭子。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习俗是16世纪末从英国传过来的。158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圣诞期间吃鹅的时候，得到了英国海军战胜了西班牙军队的消息。他觉得鹅代表着一个很好的征兆，就宣布以后圣诞节不再吃猪了，而是吃鹅。1600年以后，这个习俗传到了德国，一顿操作把烤鸭腿套餐吃得干干净净。要不是德国的餐桌礼仪规定吃进嘴里的东西不能再吐出来，我能把鸭骨头送嘴里再说一遍。强烈推荐在德国的留学生都去食堂试试这个烤鸭腿套餐。